Turn 4之前的时速130几。Oh no， 没有 brake 啊，又cut power啊！这个椅子抓不到我，然后刹车也抓不住这辆车。Oh no， 不要cut power啊！我要做圈速啊，这个时间怎样可以啊？来，动力！TVT 难道就是这样而已吗？我现在在 Turn 15之前，我的圈速已经来到2分41了，完蛋！影片开始前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70迈 M800， 最新的一款真实 4K 行车记录器。它是前面 4K， 后方拍摄是1080p。搭载的这一颗镜头啊，是来自 Sony Starvis2 IMX678的这一颗感光元件，而且支持 HDR。因为70迈引以为傲的 Night Owl Vision 感光面积呢增加了68%，感光度增加了98%，低光表现比起同级对手是提高了100%。搭配上70迈独家的 MyColor Vivid Plus Solution 呢，都可以保留真实的路况色彩啊，前车起步提示啊，车道偏移警示啊，前方碰撞警示等等都可以做得到，而且还有智慧停车监控模式，24小时停车监控，支援碰撞侦测啊，自动录影。内建呢高达128GB 的 eMMC 存储空间。你们有谁想要跟我用同款的这个行车记录器，都可以在这个影片的左下角这边看到一个 pop up， 点击进去就可以直接传送到他们的 Shopee 还有他们的 Lazada 官方网店。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啦 ，Let's go！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看到这个身后的非常熟悉的场景，就知道我们又来到马来西亚国际雪邦赛道了啦。马来西亚国际雪邦赛道这几串字啊，听起来中间啊就有国际这2个字，你没有听错，世界各地的职业车手啊都想要来马来西亚雪邦赛道朝圣一遍。当然，我们也是时常会带我们的爱车来这里朝圣，包括我们2026年的这一台 Project Car All New Proton Saga。这辆 All New Proton Saga 呢，一直有追看我们的整个系列影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引擎部分包括排气、包括进气，我们全部都是原装 ，ECU 也没有做任何的改装。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辆车就是不够快？那快对我们来讲不是引擎的输出动力罢了，我们的快是在操控表现还有稳定性方面，还有我们用的一些秘方来让每一台车变得更快。就好像我们去年2025年的 Project Car Perodua MyV 的 Race Car 一样，我们用的是整个赛制规格里面最低排量的规格来参加马来西亚 MSF 第1届 MyV Cup， 而我们的对手是可以把引擎扩缸成1550cc， 都是合规了。所以我们在没有扩缸的情况下，把我们的 MyV 冲上了2025年度 MSF MyV Cup Championship 的颁奖台上，夺得第2名。那这辆 Saga 呢，我们也把它带到马来西亚雪邦赛道来做测试。我们测试每一台车，尽可能的都是在雪邦赛道里面做测试，我们很少会在马路上面太过激进的驾车啦。所以我们觉得每一台车如果可以在雪邦赛道做测试，才是一个最公平的，因为那个赛道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同样的一条赛道，而且不会有很多其他公路使用者，所以这样子的测试方式是更加安全。那我们改了什么东西呢？当然我们也为这辆 Saga 做了升级。每一台车在行驶的时候，最重要最安全的第一防线就是轮胎，因为轮胎是唯一一台车跟地面接触的一个东西，所以轮胎方面我们选用了街胎里面算是比较高等级一点的轮胎，就是来自德国马牌 Continental 的 MC7。那 Sport Rim 方面我们选用的是这个 Rexer 的一个赛用规格的轮胎啦，不是 Forge 的 Sport Rim， 它只是 Flow Foaming， 但是它是马来西亚雪邦赛道比较 common 比较多人选用的一款赛用铝圈。当然这个是已经升级成16寸了，一般上赛用铝圈同款型号 RP10X 他们用的都是15寸，16寸主要还是我自己个人的偏好啦。我觉得这样子看起来整台车在外观方面比例方面会比较正常啊。那 brake 方面对赛道使用来讲很重要，我们这一次没有办法升级到它的刹车器，因为其实我们是有 try 啦，但是我们研究了过后也跟 Proton 的官方了解了过后才发现，原来这一次 Proton Saga 的 caliper 在无声无息中它也升级了，所以 brake pad 的尺寸跟
MC2 Saga 也是不一样，它的这个 All New 大改款升级了这个 brake caliper 还有 brake pad， 它没有去大肆宣传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Proton 它在这一台 New Saga 上面所给的一些安全系统啊，还有安全性能的这些配置啊，都做到很到位，所以我觉得我会买这辆车，主要我看准的就是性价比够高，安全性也够好。那讲到安全性，跑赛道，很多人头脑第一个就会跑出来，有没有拉 bar， 有一个牌子的 bar 啦，什么 Racing 的 bar， 我们这一台车目前是没有拉任何的 strut bar 或者 stabilizer bar， 它就是一个原装的状态。那从 MC2 的 Saga 升级到 All New Saga 过后，原厂 Proton 也把前面的 strut bar 所删除掉了我们可以开它的 bonnet 盖来看一下，这一次原厂在 strut bar 的位置是放空了啦。一个是可能 Proton 它在这一方面做了一点点的小小的 cut cost， 还有一个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车身结构它增加了 RESS 的 hot press forming 的高强度金属，所以车身已经变得比 MC2 Saga 来的更加 rigid 更加硬了，所以就不需要前面的 strut bar。 Suspension 方面，相信大家看到我的车是比较低趴的状态了，没有错，我们也已经升级了我们的弹簧。这个弹簧呢，我们没有换掉它的 absorber 目前还是 Proton 原厂的，可是我们升级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 spring coil。 原厂的 spring coil 很高很长，我主要是要它好看美观低趴一点，可是我不要失去太多的舒适度，所以我选择了来自 F-Tune 这个马来西亚大厂品牌的 coil spring， 然后它的这个 F-Tune 的 suspension 的 coil spring 系列叫做 CLS Comfort Lowered Spring。 我在买的时候我是买 MC2 版本的啦，是直接可以安装 plug and play。 等下也是很期待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偏舒适的 Sport Spring 在马来西亚雪邦赛道跑出来成绩是怎样，我在里面驾驶的时候会有怎样的一个感觉。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喜欢加快车，喜欢追风，马来西亚雪邦赛道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只需要还不多的钱，你就可以来到这里参与他们的 Open Track Day。 我会把今年2026年整年的 Open Track Day 的日期打在画面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下来，可能某一天你有兴趣想要来到这里，可能还可以跟我一起讨论一些爱车知识。看到我的这一辆 New Saga 的车尾呢，中间这个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就知道它是 Premium 版本的 Saga 了。Premium 版本的 Saga 跟其他版本的 Saga 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它的变速箱是 CVT 变速箱，还是之前那一颗 Punch CVT 变速箱。那 CVT 变速箱在原厂的配置下，它是有原厂的 CVT cooler， 但是就小小一个啦，属于适合在每天的日常通勤的。在赛道里面使用的话，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不太够，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个小问题。我们可以使用更加耐磨、更加耐高温的 CVT 油来使用，所以在赛道里面，你问我会没有信心吗？其实我对我们常用的这个品牌机油，还有它的其他产品都是非常有信心。一直有关注我们2025年 Project Car Perodua MyV Race Car 的系列的朋友就知道了，我们的 MyV 每一脚油门都是要踩到差不多要把那个油门焊死在下面的，可是引擎是完全没有磨损。一整年下来5场比赛跑完，对于一台 MyV 来讲是很苛刻的一个行为，但是它却让我们有机会站上颁奖台。那这一台 Saga 用上了同样品牌的机油，还有 CVT 油，还有刹车油呢，对于一个 Track Day 那么小型的一个做时间的一个活动来讲，绝对是没有问题。那以 Track Day 来讲没有问题的话，在公路上面使用更加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我们废话少说，把装备穿起来，直接就下场跑几圈，看看原厂在不改引擎、不改牙箱、不改排气管，用着原厂 ECU、TCU 的情况下 ，New Saga 可以跑出什么样的成绩？看到我把我的眼镜卸下来，换上了一个隐形眼镜，就知道差不多就是要下场跑了啦。我的 All New Saga 呢有安装70迈的行车记录器，是一个 4K 的，所以它等下可以完整的记录我的前方道路情况，还有后面的情况。当然不只是有这一台相机，我们还有一台相机是在旁边记录，也算是让我有机会好好的看到整个过程是怎样。来到赛道日，就是所谓的Sepang Open Track Day 呢，规则非常简单，只要你有车，你会驾车，不需要license因为在赛道里面不需要license也可以开车的。但是如果你要参加正规正统的比赛，你就需要license啦。不过不是公路上面的那个 JPJ 驾车的license而是赛道执照。好像我就有赛道执照了。来到赛道日呢，你就不需要有公路上面的license，你也不需要有赛道的赛车驾照你只需要有 helmet， 如果可以的话，戴上手套。我的手套是赛车手套啦，有 FIA 认证。没有这个的话，也不需要买到这样子的。你戴那种运动型的手套，最好是有 grip 的。
的啦。赛车鞋我当然会穿啦，但是如果你们有底比较薄的运动鞋就 OK 了，因为你底比较薄，你就比较可以知道那个油门的脚感，还有刹车的脚感。那来到赛道日，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拖车钩啦，拖车钩非常重要，一定要准备好。我个人我会把我的 ADAS 里面的所有功能通通关掉，然后我会把我的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关掉。这个东西它是好的，在公路上面是可以救命的。不过在赛道里面，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左右轮子或者前后轮子同时产生一个打滑现象的时候，我们的车如果有 Electric Stability Control 或者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是一样的东西，它就会 cut power。我们的油门不管你怎样踩，它都不会有动力来。现在准备一下就下赛道啦。价钱方面，可能这个是很多人很在意的。来赛道日的话，价钱是每45分钟400块马币。可能很多人听到这样子就觉得哇，这个价钱太贵了。可是其实你在赛道里面是绝对安全的状态下飙车，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这个400块。在马路上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400块肯定解决不到，所以我选择来赛道。我也呼吁大家，如果你喜欢开快车，你想要尝试你的车的极限，或者你自己个人的开车极限的话，赛道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现在这台车是一个满缸的状态，打了一个 RON 97啦，主要还是想要看一下 RON 97在这台车上面发挥到怎样。除了打 RON 97我们还加了 Huber 的 Octane Booster 跟 Injector Cleaner， 主要是要保护引擎，也可以增加它的 RON 值啊。可能现在是 RON 98也不一定。安全带一定要绑好啊，非常重要。我这一次的挑战呢，会先把冷气打开，进去里面 warm up 一下，看一下打开冷气的情况下，这辆车跟没有开冷气的情况下加出来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啊？那排档杆方面，我们是放去 S 档。所谓的 S 档，很多人就觉得 S for Sport， 其实在 Saga 上面这个 S， 我觉得它并不是 Sport 的意思啊，毕竟它不是一台赛车嘛，所以没有 Sport Mode 也是很合理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延迟换挡模式。延迟换挡模式就是让你在走山路的时候啊，这个牙会卡在比较低档数的情况下拖久一点，就是让你的车有更好的这个扭矩表现啊，然后油门反应也会比较快一点点，因为你的这个档数啊是卡在比较低档，那上山也可以用，下山也可以用，赛道当然也可以用啦。那首先我们在出去外面跑之前，要先过这个好像安检这样子，给他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ticket。好嘞，第一圈我们先 warm up tire，warm up engine， 也顺便 warm up 一下我们的 brake pad。虽然我们的 brake pad 是街用的 brake pad， 所以也不太需要 warm up 啦。赛用的 brake pad 因为它的温度比较高嘛，所以它的工作温度也会比较高，就要一点时间 warm up 给它的温度上来。那讲到 brake pad 呢，接下来有机会我们当然是想尝试把这个 brake pad 换掉，甚至如果可以换掉它的 brake caliper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啦。其实这个原厂刹车还真是不错一下。就是这个椅子，我现在不是全油门的情况，你看到吗？我的身体一直往侧边倾 ，half bucket 的位置抓不到我。太软了，太软，而且它的坐姿高到很奇怪，我非常不喜欢这一次的 Saga 的坐姿。那因为我现在这台车上面是有安装一套叫做 Race Box 的东西哦，是可以记录每一圈的圈数，用多少时间来完成每一圈。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一台 Saga 做的成绩是怎样。我相信它将会是全马，不对，是全世界在雪邦赛道里面做到最快成绩的一台 New Saga 啊，因为没有人做嘛，只有我在做这个时间。所以它一定会是全世界最快啦。哦，我的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被强制启动了，所以我 corner 的时候我开不到油啊，我现在又用手动的方式来 off 掉它。第一圈差不多要完成了，就要认真来开这台车了。现在是全油门哦，在 Turn 15第15弯之前的极速是144吧。那可能很多人讲我在highway上面可以加180、200，我的 Beza 都比你快。你要知道这条直路最长只有900米的，900米我可以把这辆车干到 speedometer 时速140多，而且是开冷气的情况下，你的 Beza 我不觉得它做得到。这一圈我们认真跑啊，这个刹车有一点软了。哇，body roll 好严重啊！一定要换椅子，一定要换椅子哦。Cut power 又要手动来把这个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关掉，我一定做不到好时间的。它一直 cut 我 power。Turn 4之前的时速 speedometer 也是130几。Oh no， 没有 brake 啊！哇，又 cut power 啊！这个轮胎是很好，可是车的动力
不太够用啊，刹车也是不太行啊，所以我就要靠丢着进弯了。可是我丢着进弯，我出弯我开不到油啊，它一直 cut 掉我的 power。来，动力啊！ CVT 难道就是这样而已吗？甩起来，给我一点轮胎声！啊，不行，它一直 cut 我的 power。Suspension 跟轮胎都很好，可是这个椅子抓不到我，然后刹车也抓不住这辆车。开油 ！Oh no！ 不要 cut power！ 啊！我要做圈速啊！这个时间怎样可以啊？我现在在 turn 15之前，我的圈速已经来到2分41了，完蛋，都是3分钟10多秒了啦！现在这个大直路的刹车，我必须要在很早就要刹停，因为它的这个原厂刹车真的不太 OK。而且你看我一 corner 一启动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我踩不到油，加油！直路3分12、13、14。15秒啊！3分15秒，关来看啊！给我动力！这台车比我的 MyV 慢太多了，我的 MyV 是1300cc 罢了。当然没有得比啦，我的 MyV 是赛车嘛，我的 MyV 已经拆空了。这辆车不仅没有拆空，全部遗址保留，还保留了被打压嘞。只要它不要 cut 我的 power， 只要刹车器再更好一点。 我一定可以做到更好的时间，我一定可以加到更快。啊！不要看我跑啊！86来了，超越我了。椅子完全不行，坐姿太高了，我好像在加 SUV。当然，这个不是 Proton Saga 的错，懂吗？这个是我的错，因为我执意要把它开到赛道来。它只是一台家庭车，它只是一台可能人家买来做 Grab Car 的车，它不是赛车。OK， 刚刚2分钟15是吗？现在更慢了，慢了，冷气还更慢。为什么？因为车热了过后，电脑就会发出一个 signal cut power， 很正常。再来就是刹车皮热了过后，它的刹车力道就会减低，感觉好像在踩海绵啊，没有什么 brake force。 一定会变慢。刚刚做到最好的圈速是3分钟15秒，我觉得 OK 了。原装车，接下来我一定会升级我们的这一台2026年 Project Car Proton Saga。接下来我们有12个月的时间，好好的 touch up 这台车，把它变成更强的一台，可以在赛道上面使用，也可以满足每天日常通勤使用的一台小 sedan。那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啊，希望大家看得过瘾啊，都是真金白银从自己的账户打出去了，为的就是。 让很多追梦人可以跟着我的画面一起追梦，不要再做马路英雄了。文明赛车由我们一起做起。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们 Rider ATH 频道的话，记得订阅我们。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 先别走啊！有一点东西要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在开车的时候没有讲到，就是水温没有上，可以做到3分15秒原厂车。接下来我们会换 exhaust 啦，会升级它的刹车器啦。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做到3分钟10秒以下。赛车就是爽。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